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一家芯片公司刚刚交出了一份让英伟达都要正视的成绩单，收入增长38%，数据中心业务增长57%，下季度指引比华尔街预期高了将近7亿美元。消息一出，股价单日暴涨18%，分析师连夜把目标价上调到500甚至525美元。它不是英伟达，它是 AMD。当前股价大约413美元，过去1年翻了3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说清楚一件事儿， AMD 不是忽然冒出来的。掌门人 Lisa Su 在2014年接手的时候， AMD 的股价不到2美元，市值不到20亿，公司差点破产。他花了10年做了3件事儿。第一，用锐龙处理器从英特尔手里抢回了个人电脑和服务器的市场份额。第二，拿下了索尼 PlayStation 和微软 Xbox 的定制芯片独家供应。第三，在所有人都觉得英伟达已经赢定了的时候，硬生生挤进了人工智能芯片的赛道，从2美元到413美元，12年200倍。素是台湾移民的女儿， MIT 电气工程博士，他的叔叔是英伟达的创始人之一。Bloomberg 曾经报道过一个细节，素在接手 AMD 之前面试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AMD 不需要一个看护者，他需要一个愿意打仗的人。近期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是这个翻身故事最新也是最有力的一章，总收入102.5亿美元，同比增长38%，华尔街预期只有98.4亿，超了将近4亿。调整后每股收益1.37美元，预期1.29，超了6%。调整后毛利率55%，跟指引完全一致。调整后经营利润25.4亿美元，增长43%，自由现金流创了纪录。CNBC 报道说， AMD 正在从一家需要不断投入的追赶者变成一台稳定的现金流机器。其他业务线也不差，个人电脑和游戏业务收入36亿美元，增长23%，其中游戏显卡收入7.2亿，增长11%，受益于最新的 RDNA 4架构。嵌入式业务8.7亿，增长6%，连续第2个季度正增长。但真正让华尔街炸锅的是数据中心业务。数据中心收入57.8亿美元，同比增长57%，环比增长7%，创了 AMD 历史纪录。华尔街预期只有55.6亿，超了4.3%。这个数字的意义在于， AMD 正式从一家个人电脑和游戏芯片公司，变成了一家以数据中心为核心驱动力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公司。数据中心收入占总收入的56%，超过了一半。Lisa Su 在电话会上说了一段非常有信心的话，她说，我们对明年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收入达到数百亿美元有越来越强的信心，而且长期增速目标80%以上是可以超越的。数百亿美元80%以上，这是 AMD 掌门人自己说的。然后是那个让市场真正兴奋的数字，下季度指引。管理层给出的第2季度收入指引是112亿美元，上下浮动3亿，华尔街预期只有105.3亿，差了将近7亿，同比增速大约46%。这不是小幅超预期，这是把预期远远甩在身后。而且管理层自己上个季度给的全年增速指引大约35%，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可能太保守了。那 AMD 到底在卖什么？2条线。第一条是服务器处理器， AMD 的 EPYC 系列处理器已经连续4个季度创下收入纪录，全球云平台上有超过1600个 EPYC 实例，同比增加了50%。Amazon 的云服务、Google Cloud、微软的云平台和腾讯全都在大规模采购。Lisa Su 在 CNBC 的采访里说了一句话，智能体正在驱动巨大的需求，我们正处在正中央。智能体运行需要大量的处理器算力，英伟达的显卡负责训练和推理，但每一个显卡旁边都需要一颗高性能的中央处理器来做调度和协调。
AMD 的 EPYC 恰好是这个位置上的最强选手。Intel 的掌门人 Lip Bhutan 在上周的财报电话会上也承认了这个趋势。他说，处理器正在再次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这句话等于在说，不光是显卡在赚人工智能的钱，处理器也在赚。而 AMD 在服务器处理器领域正在从英特尔手里持续抢份额。第二条线是人工智能显卡。AMD 的 Instinct 系列显卡是英伟达之外唯一能在大规模人工智能训练中使用的产品。2月份 Meta 宣布跟 AMD 达成了一笔历史性的协议，部署6000兆瓦的 AMD Instinct 显卡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是 AMD 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芯片承诺。第一批1000兆瓦将使用定制版的 MI450 显卡，配合第6代 ePYC 处理器。OpenAI 也签了 Oracle 的5万颗显卡超级计算机也用 AMD。AMD 不再是英伟达的陪衬，它正在成为大客户的第二选择。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动作，上周 AMD 和英特尔联合宣布了一个新的指令集标准，叫做人工智能计算扩展，目标是把处理器的人工智能计算密度提升16倍。这是两家在处理器领域斗了几十年的死对头第一次在技术标准上联手。背后的逻辑很清楚， ARM 架构在蚕食服务器市场，如果 AMD 和英特尔不联手捍卫自己的处理器架构，两家都会被边缘化。华尔街分析师的反应极其激烈， Bernstein 直接升级为买入，目标价从265美元调到525。分析师说，如果人工智能繁荣持续，2027年每股收益可以超过14美元，2028年接近20美元。Barclays 从300调到500， Cantor Fitzgerald 也给了500，美国银行调到450， D.A. Davidson 从220调到375，几乎所有大型投行都在连夜上修目标价。D.A. Davidson 的分析师特别有意思，他在报告里直接说，我们后悔在之前没有更早看到 AMD 在显卡市场的机会。他把目标价从220调到375，32个分析师覆盖 AMD， 平均目标价大约387美元，最高530美元来自 KeyBank， 最低248美元来自花旗，绝大多数维持买入评级，但也有看空的声音。HSBC 近期把评级从买入下调到了持有，认为上涨空间有限。花旗的248美元目标价暗示还有40%的下跌空间。跟英伟达对比一下，英伟达仍然是人工智能芯片的绝对霸主，它的市场份额超过80%。AMD 目前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显卡市场份额大约6%，差距巨大。但 AMD 有2个英伟达没有的东西。第一，高性能服务器处理器。英伟达的 Grace 处理器刚起步，但 AMD 的 EPYC 已经是市场领导者之一。智能体时代对处理器的需求可能跟显卡一样大。第二，整机解决方案。AMD 的 Helios 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机架级人工智能服务器，把处理器、显卡和网络整合在一起。OpenAI 和 Meta 都已经预定了 Helios。这意味着 AMD 不只是卖芯片，而是在卖整套基础设施。Helios 预计下半年开始出货，售价预计超过300万美元一套，直接跟英伟达的 Grace Blackwell 和即将推出的 Vera Rubin 系统正面竞争。风险方面，第一，估值不便宜。AMD 目前的远期市盈率大约30倍，虽然比 Palantir 的200倍合理得多，但比英伟达的25倍和英特尔的15倍都要贵。如果增速放缓，30倍的市盈率会被迅速压缩。另外，整个行业正面临全球内存短缺，人工智能的需求太大，高带宽内存和先进封装的产能跟不上，这对 AMD 来说既是机会也是制约。有订单，但产能可能限制出货速度。第二，出口管制。AMD 的 MI425 显卡在2025年第2季度因为出口管制被迫计提了大额费用。如果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芯片的出口限制， AMD 的国际业务会受到冲击。第三，过去1个月 AMD 已经涨了63%，短期内获利回吐的压力很大。
但从长期来看，Lisa Su 正在把 AMD 从一家芯片老二变成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核心供应商。Meta 6000兆瓦 ，OpenAI 签约 ，Oracle 5万颗显卡，服务器处理器连续4个季度创纪录，下季度指引比预期高7亿。这不是一家追赶者的数据，这是一个正在坐上牌桌的玩家的数据。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到2030年预计将超过1.5万亿美元。AMD 目前只占6%，如果它能拿到15%到20%，收入规模将是现在的好几倍。Lisa Su 在电话会上最后说了一句话：数据中心现在是我们收入和利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2年前，他接手一家快要倒闭的芯片公司，现在这家公司的市值接近600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分析师指出， AMD 目前在1.5万亿美元的市场里只占6%，光是把份额从6%提到15%，就意味着收入翻2到3倍。这可能是美国半导体行业过去20年最好的翻身故事。一个差点破产的芯片老二，用了12年走到了人工智能牌桌的正中央。感谢大家观看，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